前面说了，这隋唐的关系啊，非常类似于秦汉的关系，都是一个短命却奠基的大一统王朝和一个继承而发扬的长命大一统王朝的并列。所以啊，其实我一般会把唐朝分为隋后时代和宋前时代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啊，唐朝收拾隋朝的破碎山河，像汉朝一样开启了自己的2翼雄鸡计划，是吧？他联合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人建立的国家新罗，共同把东北民族扶余人建立的国家高句丽灭亡。唐朝控制东北，韩人控制半岛，一如如今的版图。也正是在此时，失去高句丽威胁的黑龙江流域土著女真人崛起，建立渤海国，努力汉化，成为唐朝附庸。随后呢，唐向西剿魂突厥，和突厥内部不愿意臣服的回鹘部结盟，最终彻底控制东突厥，并远征西域，灭亡西突厥，将疆域拓展到咸海、伊朗一带，已经接近欧洲。可以说，比起一个中原王朝啊，唐朝更像是一个内亚王朝。在首都长安城中，亚欧大陆只要有的民族，你基本都能看到。包容的唐朝啊，也让仙教、基督教、佛教大量共存，日本人、新罗人都能当上大官。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比起北方的突厥啊，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吐蕃啊，反倒爆发出了更大之威力，让唐与之和亲。与此同时啊，安禄山这个做翻译出身的中亚粟特人和匈奴的混血，在右相李林甫、唐玄宗的赏识下，成为平卢、范阳、河东3镇节度使。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如今山西、北京、辽宁3地总司令了啊。朝廷呢，本是让安禄山去对付西辽河流域日益崛起的契丹部落的，没想到渔阳鬓谷动地来，安史之乱彻底把唐朝搅浑。无能为力的唐玄宗最终被太子李亨逼为太上皇。安禄山呢，虽然被自己儿子所杀，但唐朝却完全无力控制安禄山的胡汉混合军，最终啊，只能把他们封到已经被他们控制的幽州、承德、魏博3地驻扎，这也就是号称和硕3镇的地区。直到唐王啊，这都是基本独立的区域。到如今，中国的安姓也主要分布于河北。3镇和唐朝的对抗从未停止，而吐蕃的异军突起也彻底切断了唐朝的西域领土。最终啊，一个落地的山东曹县秀才黄巢，让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唐朝为了对抗黄巢，是吧，只能让内附的西突厥沙图部同节度使朱温对抗之。黄巢是输了，但唐朝也完蛋了。所谓的功臣朱温，最终废唐建立梁，史称后梁。而沙陀部首领李克用与之对抗到死，其子李存勖最终又灭亡后梁，重新建立唐，史称后唐。而正在此时呢，契丹利用乱世以空前膨胀，首领耶律阿保机灭亡女真人的渤海国，建立辽国。而后唐因内乱，山西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认了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当爹，并以割走包括北京、山西北部的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击败后唐，建立晋，史称后晋。至此，中原北大门彻底洞开。这之后啊，又有沙陀人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后汉大将郭威建立的后周为止。引起动荡的和硕3镇骄兵悍将才基本被杀光。梁、唐、晋、汉、周，也就是史称的5代时期，不过53年。而早在唐亡之后啊，南方的节度使就曾纷纷自立，先后建立过10个政权啊，号称10国，其中以李氏南唐、前氏吴越势力最大。直到北方的后周被大将赵匡胤篡权，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受丞相赵普建议制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原则，开始收复南方节度使。没想到这吴越国的前世石十五带着老婆孙氏举家投降归附，而南唐皇帝李煜呢，写诗还行，眼光不行，最后国破家亡，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最终宋朝成名的百家姓啊，赵钱孙李，李只能居第4位，还不如钱家和他媳妇儿呢，是吧？但是北方对于宋朝来说就比较坑了，因为石敬瑭卖了燕云16州，宋朝就等于大门敞开着，再也无力对抗强大的契丹。多亏宋真宗在契丹快打到开封的时候，在寇准的请求下亲征抵抗，最终双方签订合约，澶渊之盟，100年不休兵事。然而重文轻武的宋朝啊，还是让本在陕北一带节度使的党项人占领宁夏、甘肃，号称西夏，而云南一带的白族段氏家族也在洱海边建立大理国。契丹呢，因为和宋朝再不打仗，也变得发展经济越发汉化，以至于辽道宗耶律洪基号称午休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然而啊，他们当年灭了女真人的渤海国，而在如今黑龙江的密林中呢，那些以渔猎为生的同胞野蛮的生女真却仍然生生不息。一个小部落完颜部，在一个高丽来的老头韩普的带领下，开始走向开化崛起之路。等酋长位传到小少年完颜阿骨打的时候，完颜部早已统一女真各部，并撺掇辽国内部的渤海国属女真同胞起兵反辽，建立金国，以上宁府为首都，也是如今哈尔滨的阿城。强势如此的契丹辽国，竟然10万人被女真人1万人追着打。辽国最后除了从后晋割走的燕云十六州，竟然丢失了东北几乎所有的地盘。此时啊，辽国赶紧和宋朝求援，表示拉兄弟一把。宋朝表示我呸，你可有今天了，我要和金国结盟一起干掉你。契丹说大哥你几把刷子心里没数啊，是吧？女真人我都打不过，你不是更打不过？宋朝不听，从山东渡海跑去东北，和金朝签了一个海上之盟，打算夹击契丹。没想到宋朝童贯带领的10多万大军，竟然被辽的燕京守卫大将耶律大石不到1万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大败溃输。辽国说大哥就你这2下子是吧？女真灭你的日子就倒计时吧。不久后，辽国被灭。那个勇猛的耶律大石呢，仍不放弃希望，他找到了辽国在漠北的最后军事重镇可敦城，带着2万残兵，竟然一路打到中亚，在东到甘肃，西到土库曼斯坦的庞大区域，建立了庞大的西辽帝国，也叫喀拉契丹。而宋朝呢，果不其然，完颜阿骨打弟弟完颜乌齐买继位后，撕毁海上之盟，2年便把宋朝摧枯拉朽。大书法家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啊，被关到东北大茅坑惨死，只剩下被吓得没有生育能力的康王赵构南下杭州定都，史称南宋。女真的金国短短12年吞辽灭宋，把大辽变成了西辽，大宋变成了南宋，但大金国却选不到。辽国移民的投坑技师说得好，前人填土后人收，后人修的休欢喜，还有受人在后的。顺便吐槽呀，坑爹的新三国让汉献帝说这句话，还有卞君你可真是穿越是吧？据说女真人有个习俗，那就是和人客套，不说100岁1000岁，而是说祝你活120岁。嘿，巧的是这个金国的寿命还真就120岁。白山黑水的鱼里面一旦汉化，比契丹玩得更彻底。作为中原王朝啊，他们也想学学汉唐，去挑拨草原上游牧民的关系了。没想到玩脱了。好，自唐到元之前的时间线我们就梳理差不多了，但是你脑海中是不是还有点乱呢？正像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地图的时间线只会给你带来麻烦，无论王朝如何变迁，只有这片大地不畏尧存，不畏桀亡。当然了，你可以打开地图，然后和我一起接着处理下一部分。我们这一讲的主角是2个大神，是各位从小就听说过的格林兄弟。但这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哪儿大神了？不就是俩写童话的吗？其实远非如此，咱们就要从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说了。随着郑成功打的那个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殖民扩张，当年有一个名字超长的荷兰学者叫他马库斯·祖伊斯·范伯克斯霍恩啊，他惊奇地发现，亚洲的波斯语啊和欧洲主流各种语言的诸多词汇啊非常相似。不过这种事儿呢，学界里很多人也当成巧合，没有多想。然后后来呢，英国取代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啊，哇，甚至占领印度的时候，有一个一看就是一个贵族的英国学者，叫做威廉·琼斯。他呢，经过对印度的印地语和梵语等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啊，发布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亚洲学会3周年成立演说。在这个演说中啊，威廉·琼斯就指出啊，说欧洲的诸多语言可能和亚洲印度的梵语以及伊朗的波斯语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比如中国最耳熟能详的一个梵语音译词啊，佛教中的阿弥陀佛，那本音呢叫阿弥他巴。其中那个阿呢是一个否定前缀，那个巴的意思呢是光，和希腊语的 pos 差不多。中间的那个米塔正是如今英语中表示米和测量米特的同源词，连起来呢就是不可测量的光。而阿弥陀佛的汉译是什么呢？正是唐僧翻译的，叫无量光。因为这个规律呢，东起印度，西到欧洲，所以呢，威廉·琼斯啊也为之命名为叫做原始印欧语。但原始印欧语呢，毕竟是一个假说。真正找出它内部的数学规律的呢，却正是这位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他们啊本是德国著名的法学家，为了研究欧洲各地的法律啊，才开始对语言产生兴趣。随着对德语、拉丁语等各种语言的调查中啊，他们突然发现，这英语、德语、拉丁系语言、希腊语、梵语等语言中啊，有一种极为明显的音系规律，并把这个规律总结了出来，秉承了德国人的较真儿，语言学中的一个中流砥柱，叫做格林法则问世了。那么格林兄弟怎么变成童话作家的呢？其实啊，在研究过程中啊，他们只不过顺便把一些搜集到的德国民间小故事，改编了一下出版，就形成了这个叫德国民间故事集，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格林童话。他俩也没有想到，哇，自己一个法学家、语言学家，竟然会以童话作者的身份闻名于世。那么其实格林兄弟和格林法则的故事还有很多，
包括这个原始印欧人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被证实呢？我们又如何能从生物学上找到这种学说的证据呢？这印度人和欧洲人是亲戚，那他们的老家又到底在哪儿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知识专辑，我的专辑呢也刚刚上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的购物车中优惠购买并且可以限时抽取一些跟我相关的精美奖品。那也推荐大家看一下我的抖音小助手，小助手呢也会在近期通知我的直播时间，不见不散。